Hello，大家，这是我老弟。这位老姐，就是上一集看完之后，我觉得清晰了不少吧。就是现在的话，克莱恩也是已经选择了占卜师这条途径。你还记得罗纳德是什么吗？他好像是什么黑暗途径。不知道，我只记得他特别帅领域，玫瑰花。我在剪上一集视频的时候又仔细看了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罗塞尔大帝他那个笔记，他不是记载了一些话吗？就是类似于什么。就是能力不是靠挖掘，而是靠扮演之类的。你还记得吗？我记得还有什么不是什么是吸收什么那些。让我有一点好奇，本身他就说，他选的路径不对嘛，等于说他那个途径，可能占卜师什么的更好一点。但是他当时提到了其他的，像占卜师、偷盗者和学徒，我都觉得你没觉得这些就是途径会更加的，就是内敛一点吗？就是他不是那种感觉像。攻击力很强的样子，辅助，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他那个职位或者地位来说，他自己的那个途径其实并不适合他呗。就是他已经是大帝了。对啊，但他选的啥途径来着？他好像他也没说，他也没写。就是你有这么多途径的话，他可能会不会有之间，比如说相克的，你知道吧？就如果是相克的话，说不定他所在就可能比较。哎，说不定比如说哪个途径就是负责，比如说辅助，哎，比如说可能啊，现在占卜师，哎，你看是寻路的那种，比如说探索敌人在哪，然后那个或者也有，比如说像那种刺客那种单体杀害特别厉害那种的，就感觉，反正现在来说什么偷盗者呀，占卜师，我觉得这些都是获取信息的，你知道吧？对，我也觉得，就是占卜师肯定就是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占卜师什么的，可能更好隐匿呢。反正看主角怎么发挥吧。对，他如何扮演好就是这个角色。我还挺喜欢上一集最后结尾看到他们就是哥哥和妹妹他们三个一起，就是还挺温馨的这种小日常的。不错，直接第二集小康了，兄弟。对，直接发财了。我其实还挺喜欢看这种互动的，因为你能感觉到他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中社区中。好景不长，等着吧。邓恩，你看还拷问他。安提克鲁斯家族笔记。好冷漠啊，眼神。他就是通过他的能力看到他的记忆。不是什么窥视什么这。哦，密修罗。修会。密修会。哦。这就是你第一集说好丑那个人，好像是。那个，我有点忘了。他最开始跟踪他，然后呢，结果被伦纳德一眼他就走了。队长，克莱恩有笔记的线索了。就是那个他上一集结尾看到的幻觉。开始了。他要去找了。哎呀，我去！咋这么恶心呢？什么东西？哇！谢谢。谁呀？等恩。习惯。这不是等恩，这不是吧？是吧？送笔记。这是另外一个。怪不得巴库斯会失控，离笔记这么近。一个非凡者绑架一个孩子，暂且可以说是赌徒的疯狂，但刚好就发生在对面，是不是太巧？他发生两个是吗？一个是那个绑架，一个是那啥。没发现笔记。就是队长啊。死者的儿子。根本看不三个人，你看三个人。克莱恩，靠你了。哇哦，开天眼兄弟。直接这个以后我们不应该这样开始，我们应该。不行，我应该拿个玫瑰。哇哦，开始了！哎我去！占卜被某种强大还有外挂在干预，他们能找到这。
对啊，这太强了。他现在才几阶呀？那刚刚喝下魔药。查尼斯，我这门都有那个什么？这就是上次你说同一个。外套不错。对，哥哥送的。黄水晶灵牌。什么东西？黄水晶可以增强灵性沟通，提升占卜效果。今天的抓捕行动，你或许用得上。圣堂批准了一些2级封印物的使用权，用于追查比伯行踪。目前已有人护送抵达停根。哇，好难，什么名字？这种名字？封印物，就是一些特殊的非凡物品，有的过于神奇，有的拥有极大的破坏力，必须严格控制，封印在各地查尼斯门后。2级是危险级。哦，好帅呀！走路带风。艾尔序列7梦魇，博尔吉亚牧人，我太多人了。戴利西蒙尼，序列7通灵者，哎，这不就是那个第1集那个通灵测试那个？对。行动很危险，带上一名战斗力近乎为0的占卜家。你看战斗力，你知道吧？他就没什么危险，这种直接这么跟队长说话吗？是2049。2级就是危险级封印物。虽然事关安提戈诺斯家族笔记，但其有2049的风险，圣堂评估过吗？评估结果是风险极大。不过如你们推测，比伯真的是安提戈诺斯家族后裔，唯一能快速找到他的，只有他们家族制造出来的2049。我只负责操作使用2049，邓恩队长，我们开始吧。都跟着我做这个动作，绝对不能停，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干嘛呢？这不是练收手臂的吗？什么鬼？这么奇怪的吗？靠这个保命？靠这个保命？邓恩好可爱啊，做这个动作。难道2049的风险就是让人听到广播的声音？尴尬而亡。体操呢？是说体操吗？要不要换手？哇哦！有点让我想到神奇动物在哪里了。就这个什么？哦啊！什么木偶、小丑，这不你吗？也会有危险。哦，他这么定义呆萌。哎呦我去！动不了了。完了。哦，所以要这么动起来吗？不会，要变成木偶。好人吧？什么死人？我去，这就是危险级。什么情况？Oh no！ 这小东西似乎喜欢上你了。通常都是越近越容易被他盯上。可能因为克莱恩接触过笔记，偷偷躲到队长身后。放心，2049虽然具备了活着的特性，会引诱看守者后自行逃脱，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并不算封印物里的杀人恶魔。队长，2049危险外泄表现，在5米范围内随机控制1到2人，导致末哦。一旦被控制，只要及时外力拍醒，就可脱离。原来伸展运动是为了方便观察呀！要是全员都被控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追着他。
什么东西？这也太搞笑了！活了20多年，直接射死。克莱恩好可爱啊！我突然觉得，他萌萌的。什么东西？哪会被控制啊？谁就动不了了？活物是吗？啊，这么早就有 pollution 了？对，当时就是那种伦敦的，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哇，密修会什么东西？只能看出一个什么古老组织，什么都。你别磕这个。什么东西啊？比伯尔啊，大肠啊！啊，干嘛呢？他是安提他戈，把笔记放到自己的肚子里。哦，这样就笔记就没人再知道了。感觉他也是被控制了呀，你不觉得吗？啊，我不知道。有幕后的人。晚了一步。晚了一步。笔记已经被吸收，这么吸收。哟。或许还有天字的传奇。这谁呀？小肉虫。密修会的。密修会是好的还是坏的？不好。应该不太好吧。Oh no，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那个小丑发。应该吧。啊！马直接溜了。先撤一步，现在。Oh no！ 啊，丧尸，他要控制死人吗？啊！进击的巨人。巨人。哦，看到了那个小丑。不，这也太恶了。这不跟巨人一样吗？哎呀，我去，没用。结果我自己。好可靠哦！哇，眼睛红一下。哇哇，开始了！帅啊！哇，巨人就这么。哇，他俩这配合。哇！通灵。哇！这是罗宾吗？罗宾。然后那俩手路飞的。Oh no！ 啊，失控了。他挣脱了。哇！哦，是他们3个的配合。哦不，这是什么死？他就是控制死人。谁啊？谁在上面？哦，这是那个艾尔吧？就是新来的，新出场的。哦，对哈。吗？还是邓恩呀？我这根本分不清。主角呢？他零战斗力高。不是死的那么简单，他已经被笔记控制。哦，笔记控制。哇！
得到了。我需要你们控制。至少罗宾啊，兄弟。拖住他至少3秒。真的都不需要克莱恩的出场。拖住他3秒。哦。死亡凝视，羞得无处可躲。哦，他是控制。Oh no！ 笔记跟他有反噬，他看到笔记了。他对笔记有感觉。我的 hell！ 啊！笔记直接飞上他了。我靠！不会吧？没事，死不了，你信我。总不能这么早就死吧？哦不！完蛋！这是那个小丑。小丑完蛋，开了。完了，开始。哇 ！Solo！ 完了，被震断了。这太强了，这怎么打呀？艾琳，就是艾尔。哦，我以为艾琳。坏了。哦，队长别死啊！说哪个？他都被插成这样，还在念。确实挺卖力，但那些挥舞上的他又用自己那个能力了。挥舞是他的能力。什么东西啊？啊！沉睡符咒，这个是。哦，这是刚刚队长给他的吧？他用的挥舞是他自己的能力，就是第1集那个。哦，就是他那个神殿里面的那个是吗？哇，开始了！罗宾小姐，罗宾桑。他有点像水鬼。对，明手。我靠！哇！我去，这也成功拖住他了。啊，队长。哦，队长都身受重伤，第一个也是奔向他的队员。哦，还好没啊，应该都不致命啊。肯定应该不致命，可能送到什么那儿去抢救一下就好。啊，治疗。又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完了，小丑子来了。哦，他就是坐等他们拿到之后，他直接来抢。你看，本来吸收了，他没办法，他等他们来拿到，他直接抢就行了。哎，我去，真该死啊！哦，这什么东西？哦，对，他之前也出现过。小丑。哦，还挺帅的。他是2049的化身是吗？哦，还挺。哇，他们这个配合。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其实根本没事儿，你看。哦，好帅啊！我根本不会打。哇，这好强啊！这个。对呀、啊。见闻色。哇，一击必中。准啊！难道这也是占卜师的能力吗？这应该不是吧？哦，随缘枪好像。不愧是转运，转运了。
啊，伤害转移这么溜。哦，打自己，然后那啥吧。哦，荆棘，这是好疼啊，感觉。克莱恩。Oh no！ 啊，哦，但是他是幻影，就像他最开始把脸弄爆炸一样。纸人替身，完了。小丑，打开了，出来吧，小丑。在一定范围内。而且他尤其是近的人。哦不，木偶化了。哇，这压迫感！必须死去我！刚说完不会存在这种大家都被木偶化的情况，结果就出了。这是他那个转运当时说的，好像。哦，对哈。哦，他难道要建那个神庙，然后呢把那个正义和倒吊者给召唤过来吧？玄火。哦，我看了，来了，挂来了，兄弟。挂。我需要你帮忙。他在自救。不是最多只能控制2个吗？开始了。都是脾气的影响，所以那小丑一直佯攻。真正目的是把那个小丑放出来，把20什么那个。快点，正义，倒吊者。哦，这什么东西？他能直接写出答案是吗？之类的。发现根本不安全。哦，安全了，没有那个塑料。啊！坏了，小丑隐身。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挺喜欢你。排伦纳德后边吧。我帮你解除控制，你给我那本笔记。真实幻觉，这到底是哪个序列的能力？当然，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愿意为这场交易。这也是纸人替身吗？就是那种替身。魔术师吗？你看他，钱占不了。哦，他还有2瓶魔药，不会吧？啊！他在诱惑他。他还能改变吗？不确定啊。为什么能前瞻不佳呢？他不是一旦喝了魔就不能改变了吗？他人都失去了意识，你我之间的小秘密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伦纳德，好了，做出你的决定，相信我，你们的时间不多。听好了。占卜家对应的序列80。啊？他跟他交易了吗？还是他要救同僚啊？哦，帅哦！肯定救我。哦，他把他木偶化了。OK， 他可以救了。哦。转移转不了啦，来不及啦，已经晚啦。哦，露出
果然是密修会。赶紧唤醒啊，兄弟！不是，哎呀，我吓死我了！这样，你吓死我了！啊，是他一直在喊。啊，他怎么会知道？难道这个东西跟密修会有什么关系吗？那这样的克莱恩也得去更多的调查了，肯定得去密修会一趟。完了！不是，别搞这种很恐怖的。我给他照起来了，小丑。队长的脸，好老啊！不是，肯定是被。我以为他要把这个正义和倒吊人给。没有，他们好像得同时就是仪式才能一起过来。控制区内，不用在意。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特殊的人，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上一集刚说他不是特殊的哎。也比如说，我。四连狂。我好喜欢他总是小吐槽，你知道吗？特逗。四连狂。哦，这是封印了吗？把这个笔记还是什么？把那个不是笔记吧，就是把、是你看在门后面的，我记得是1集封印。我说那个小丑吧，不是那个2048、哦，把那个2048封印了吧？笔记不是还得让他看一眼？对对。我知道你对这本笔记肯定充满好奇，但必须先等圣堂确认过后，才能给你观看。队长，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哦，是吗？哦不，队长，别死那么早好表现得吗？非常出色，不仅阻止了一场非凡时空灾难，还亲手挫败了密修会的阴谋。我会将你的功劳上报圣堂，你很快就能转正了。哦，哥们儿还在实习，但是拿着发财的工资，已经买房了，啥时候实习都买房啊？实习生都哭了。说笔记力量这么危险，比伯为什么不先离开田根再说呢？被古老协议力量影响的人，往往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什么东西？尸体。哦，就是他打死的。哦，然后要给那个人，就那个什么收尸尸人途径。别想太多，杀了他，就等于拯救了更多的人，不用特别在意。不用特别在意。队长，其实还有一件事，我已经知道占卜家途径的序列8是什么。他没有打算自己偷摸知道。小丑。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也要他序列他是，那他是要成为小丑吗？不是我没搞懂他到底是他为什么他每一个个序列都还有个新名字啊？你今天的表现真让人震撼，只有序列9，却击杀了一名序列70里的密修会成员，你是怎么办到的？该来的还是来了。哦，因为他们不知道灰雾。我也不敢相信，一定是女神眷顾。他还是瞒着他们了，就是灰雾的事情。可能是我带着笔记的原因，所以，他用唤醒你做交易，你抓住机会，反令他被控制，然后一枪毙命。几枪？我常常对我的枪法感到羞愧，好在女神庇佑。不得不说，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出。那是因为哥们儿还有挂。小伙子，有前途。他也对他刮目相看了，最开始他还嫌他是战斗力为0呢。他心里挺看不惯他罗纳德的。一定有什么奇迹促成了我对魔药的消化。后续魔药是小丑吗？
可以考虑一下序列晋升的事了。搞懂，这怎么晋升？还有关于霍纳奇斯，那感觉他整个节奏还挺快的呀。对，马上就进阶了。对啊，我觉得还挺紧凑的。历史系的。这个转场，这是他大学。还挺年轻的感觉。怎么有点像那个 Elegant 事发前那个我们研究了一本完全不像。哦，你是学校像是对啊，我说他那个一般不就会往窗户下看那个学生的那些。安提戈努斯家族，夜之国。这名字都根本记不住，到底是夜之国应该就不是卢恩了，卢恩王国了。好吧，也许只是词根相同。这也不靠谱。阿兹克先生，如果你有想起什么，或者得到另外的资料，能否写信给我？没问题。不靠谱。那我就不多打扰了。但他长得好美啊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需要去解决。但我觉得伦纳德还是好看。伦纳德。再次感谢你的礼物。我才更应该感谢您这几年来的教导。其实根本没有上过他的课。哦，对，应该都不认识他。你现在在一家做谷物寻找的安保公司工作。是的，你也知道，我喜欢探索历史。喜欢探索历史，我觉得这校长绝对不简单，但也容易触碰到一些隐藏在黑暗中的禁忌。直接看进去。一旦踏入，对啊，直接招致不幸。总之，发现人已经走了。万事小心。哦，我觉得这校长绝对不对劲啊！这是老师，不是校长啊！我知道他这个老师肯定也是。他之前他的学生克莱恩，就真正那个克莱恩，肯定也跟他教导过不少事情，你知道吗？他这是痣吗？耳钉啊不，他其实知道，我感觉。他只是不是说影子啊，这又是他的技能嘛？他也是个非凡者，反正。哇！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那各个非凡者他们怎么进阶的，还有他们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吧？哦，他家。这就是我们新家了吗？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感谢我实习工资吧。可是，铁十字街那边还有半年的合约，吝啬的房东先生是不会同意退租的，我们得赔付一大笔违约金。不用担心，梅丽莎，都在我身上。什么？退租？这是周周 reference， 你不知道？弗兰奇先生，陆汉先生。我们可是有合约的，半年违约金1斤半。弗兰奇先生，您应当赚更多。我们3个人的租金呢是5苏勒6便士，如果是6好小的，肯定愿意为，但是很有气场。那就19苏了。他们一家人都很会算钱，你没发现吗？就是都很会过日子。18苏勒，我需要时间来寻找新租客。我相信您2天内就能找到。其实我们只要转租出去，半年就能赚到18苏勒。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相反还会赔偿您这2天的损失，就用我们交的押金3苏勒。难怪他之前上一集说他要应对的是狒狒。范森，你真是一个有良心、做事诚实的年轻人呐！真好呀，范森。毕竟房东先生克莱恩在他哥哥这里还是比不过他哥哥呀。哇，可以买好多面包。哦，梅丽莎好可爱啊！我感觉这集更好看了，你不觉得？打斗很帅，但是说实话，他那个技能，说实话我还没摸透。确实，对，但真的能看出来，他们不愧是一直以来的就是队长和队员，而他们整个团队默契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了。对他们那个3个人时候，一开始打那个怪物的那个什么组合技，
特别帅。但是对，那个克莱恩他那个什么那个2个扑克飞出去那个就是沉睡符咒，就是那个是队长给他的是吗？对对对，我感觉现在我对队长的这个好感也增多很多。队长设定就是对，就是那种很有责任、有担当、非常体恤部下的那种，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角色。但是就这种角色比较危险，对，高危职业。他被那个刺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要就是领便当了。应该不会，就是他就算要死，应该也不会这么早吧？但是你看这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新来的那2个队员，然后他们就觉得克莱恩是零战力，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途径，他天然的就没有那么强的威胁和威慑力，就可能这对于他们存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你懂我意思？但是如果把占卜师这种看似零战斗力的这个路径给克莱恩，那就2全其美，又有自己那个体内的卦，然后又有那个占卜师，那不直接无敌了。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密修会的这一段小的信息，等于说你看它还有一些，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隐秘组织，他们只是频率最低的，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追逐什么，在寻找什么，就是他们可能是最神秘的吧，所以最不为人知。我估计还有种可能他不是小丑突然又活了，然后他说了几句什么那个什么费什么格什么那个东西的，就是那个霍纳奇斯什么，对，然后呢我估计主角可能会去这个探索一下资料，对，我估计是对，因为密修会显然跟霍纳奇斯可能有所什么关联，再加上他去找了他老师，他老师都不跟他讲，那他肯定得自己找了吧？对，包括就是他老师在隐藏什么呢？对啊，看着有点邪恶啊。老师估计也是非凡者，但他应该是非凡者，或者有没有可能他也是那个密修会是其中一员啊？但现在还不知道密修会到底是好还是坏，也有可能就是。就是中性嘛，可能中间克莱恩他其实就是在他的灰雾里，他已经安全了，就是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解除了控制，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套那个小丑的话，就是那个小丑不是在诱惑他吗？就是我给你解除控制，然后呢你把笔记给我。这个时候克莱恩没有所动，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解除控制了，他就是在套他的话，他已经告诉他就是下一个序列8是什么了。这个时候小丑还说他已经让所有人都不受控制，对，就是结果那个罗纳德，对，罗纳德好强，对，你看罗纳德，我觉得他一直好像暗中有一些别的动作。你看上一集不是还出现他一个身边有个影子吗？就是没有人，但是光有影子，而他好像也调查克莱恩，就是他说那个他已经观察过克莱恩不是特殊的人什么之类的，就是上一集，在包括第1集的时候，他也跟踪克莱恩嘛。然后不是还吓退了那个小丑，不是比伯吗？哎，他叫啥来着？不是，是第一个被拷问的那个，对。所以我觉得这就可能跟罗纳德说自己能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关，你知道吗？说不定他也有瞒着的，就是能力或者对。期待罗纳德到底是怎么样个人？对，还有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但我觉得罗纳德肯定是好的嘛，肯定是好的。对，我觉得他肯定不至于背刺队长之类的。No， 队长高危职业被自己队员背刺啊！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说不定罗纳德会就是比较早会不会发现克莱恩的能力呢？或者已经发现了。对，灰雾是吗？还有一个疑惑，就是中间的时候那个小丑他不是说自己是前占卜师吗？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不是每一条途径就应该是一个名字吗？就是这不管怎么上升，就是都应该是这个名字。应该什么9阶就比如说9阶占卜师8阶占卜师，就这种名字。结果听他的那个意思，等于说他的序列8就是改名叫小丑了，就是这我有点没搞懂。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序列7的时候又改名了，等于说只有序列9的时候就占卜师，这还挺复杂的。那就对，也不太确定，是不是？那这期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